大家好，我是基德。上个月19号凌晨，想必大家都在卡塔尔见证了世界杯的闭幕，很多球迷朋友陪着梅西一起捧大力神杯啊，心满意足。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月，我们看地图，离卡塔尔直线距离200公里不到的沙特城市达曼，另一项车圈最惊险刺激的大事，2023年达喀尔拉力赛也举办了，车迷朋友也心满意足。打开百度百科第一句就能看到啊，达喀尔拉力赛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世界上最艰苦的拉力赛。赛个车有这么夸张吗？不瞒各位，最近我也是了解了一下。我小时候看到拉力2个字，以为是汽车版拔河比赛，比谁马力大。后来才知道，这个拉力赛的拉力是从英文 rally 音译过来的啊，和拉力这个词大家理解的意思八竿子打不着，属于是谐音梗。那么这个英文 rally 呢，源自法语阿里啊，其实是集会聚会的意思。最早啊，就是摩纳哥皇室叫了一群上流朋友，聚在地中海上面这个叫蒙特卡洛的城市开趴，大家就都开着自己的敞篷车过来玩，秀车技，成了最早拉力赛的雏形。因为当时本质还是聚会开趴嘛，所以就用了阿里这个词，跟那种专门上赛道的比赛不一样，富哥们玩的就得随心所欲，所以一开始拉力赛在普通公路上飙车啊，后来不行，还是不爽，一代代不停加难度，从乡间公路到丛林小径，从9曲18弯到冰天雪地，什么废轮胎玩什么，什么废引擎玩什么，你跑不完啊？那你车不行啊？就这样，赛道类型越来越多，甚至车手中的野性派还另立山头，专门去搞了越野拉力赛。不带那些跑公路啊心疼车的完了，在越野拉力赛中，大段赛程全部由野生的沙漠、戈壁滩和稀疏草原组成，根本不管天气预报，当地是什么天气就跑什么，考验的就是车手有没有用自己身心的极限去发挥出车体的极限，到达人生的大圆满。而这当中翘楚即是达喀尔拉力赛。达喀尔拉力赛由一位叫蒂埃里·萨宾的法国车手发起，这位老哥是个赛场猛男，在勒芒24小时耐力赛和环法汽车赛都取得过好成绩。1977年，他参加阿比让尼斯拉力赛，这里打开地图可以看到，从阿比让到尼斯，除了穿越地中海可以坐船，中间这么大一片撒哈拉大沙漠是需要选手肉身横穿的。而萨宾报名的组别是什么呢？朋友们，是摩托车。毫不意外的出了意外，当萨宾骑到撒哈拉腹地的泰内雷沙漠时迷路了。幸运的是，萨宾在把他亲爱的小摩托榨干最后一滴油之前，抵达一处名为黑山的山区，并在接下来几天积极自救，失败后以躺平姿态和撒哈拉的黄沙进行了充分的物理交流，最后在被登记为失踪人口前，奇迹般的遇上路过的搜救直升机获救。一般人经过这种濒死体验后会爱上钓鱼和养花，而萨宾就像精神得到了升华，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也要让别人尝尝这种滋味，我要为所有想要征服沙漠的赛车手提供一个舞台。在得到家人支持后，萨宾将余生的热血都奉献给了这个决定，从疯狂车手化身为激情演说家，一步步亲自搞定赞助商和选手。最后，他亲手设计了从巴黎到撒哈拉西部达喀尔的地狱之路，巴黎达喀尔拉力赛诞生了。1978年12月26日，170多名赛车手齐聚埃菲尔铁塔，掀开首届达喀尔拉力赛的序幕。40多年来，这项比赛走出了无数著名赛车手，比如14冠的达喀尔先生彼得·汉塞尔，他30年达喀尔生涯拿下8次汽车组冠军和6次摩托组冠军；斗牛士塞恩斯3次汽车组冠军啊，他同时也是 F1 车手小塞恩斯的父亲。达喀尔女王克莱恩·施密特，她是唯一一个拿下达喀尔总冠军的女车手，唯一一个拿下汽车组冠军的德国人。40多年来，比赛路线也经过多次变动，在连续13届巴黎达喀尔路线之后，一开始因为沿途国家局势不稳，被迫调整赛程。后来2008年呢，因为非洲安全问题直接休赛。4年正式移师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如今啊，因为沙特老板给的实在太多，又来到了阿拉伯半岛。那具体比赛画面，比起听我讲，还是直接看一段混剪吧。如今，主打不服就干的达喀尔已经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吸引着全世界190个国家的电视台转播和超过5亿硬核人次的关注。从非洲到南美再到阿拉伯半岛，达喀尔的难度是越来越高的。农夫小姐们可能对沙漠长途越野的恶劣环境不太了解啊，我总结出了3点。最关键的第一点，路程实在太长了，人顶不住。比如今年和去年的这2届比赛都是8000公里以上的超长赛程。你想啊，从北京开到上海走京沪高速，一共才1200多公里，跑80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跑7次，而且还是在40度高温下的沙漠中一直猛踩油门，那是什么概念？从人的角度来说，车手和领航员要在这么长的恶劣环境中一直保持竞速级的速度和对道路的观察啊，不然前面有个坑没注意，你车不就陷进
进去了嘛，是吧？这对车手的眼睛、脖子、腰都是地狱级挑战。你像我开4个小时，腰就完全顶不住了。对了，赛车一般还是没有空调的。第二，无论是南美安第斯山脉还是西亚北非的沙漠戈壁，你看看这路况多复杂，砂石乱飞，对车辆机械结构的防水、防冲击性能要求很高的，容易坏那就不行。第三点，大量沙丘和戈壁路段堪称轮胎噩梦，小石子和沙粒会把轮胎上的纹路填平，缩小了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降低轮胎附着力，一个不小心轮胎陷在坑里面空转，那就真是借网贷还信用卡，越陷越深了。上届达喀尔就出现过10几辆赛车陷进同一个大沙坑开不出来，只能同在好汉坡过夜等救援的尴尬场景，非常搞笑。而刚才说的后面这2点呢，在第一点人顶不住的 debuff 加持下，还会被进一步放大。俗话说得好，最大的困难不是困难本身，而是你人要在几千公里的高速驾驶中保持和困难战斗的精神。你得在只能靠车辙辨认道路的无人区里面抓紧方向盘，你得在前后车打照面的时候，在尘土飞扬的视线障碍里保证自己的安全。你的脖子得忍受一次次颠簸带来的继直拉扯。最要命的是，以上体验要循环半个月，这就很达喀尔。汽车组的冠军选手为什么都以上了年纪的老司机为主啊？你自己想想。OK， 比赛的客观难度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那么为了克服这样的魔鬼道路，各家车队自然也一直会在车辆技术上下功夫。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下奥迪电驱车队的例子，他们搞出了一个非常先锋的操作，就是集品牌技术大成，设计制造了一台电动越野车去参加比赛，即 RSQ e-tron成为达喀尔赛事首个采用电动化动力总成的赛车，斩获 Racetech 2022年度最佳赛车动力系统奖。简单来说，这辆科技感十足的酷炫赛车搭载了4大核心技术。第一手核心技术，节能魔法。首先今年比赛总里程8000多公里嘛，为了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奥迪吸取经验，相对上一代赛车设计了全新的轻量化低风阻车身，一眼就能看出来细节上有打磨，比如前轮后方与车门过渡的挡泥板、车尾上部盖板以及车门边备胎保护罩等等都取消了，再加上较轻的双层碳纤维材料，车身共减重了80公斤。比如车身各处的弧形设计、车体收窄，在空气动力学表现上增强了15%。最重要的是，奥迪在车里堆上了竞赛级的能源管理系统之后，让这辆车拥有了达喀尔的天顶新科技——空调。局座名言，空调就是战斗力，不仅赛车要降温，选手也得降温啊，对不对？降温了，反应速度更快，四舍五入等于车上装了 AI。第二手核心技术，防御魔杖。首先当然是赛车级的管正式车架结构打底，使用航天工业级别的合金钢，具体设计融合了过去几十年奥迪在房车大师赛和勒芒的经验，让车辆即使撞石头翻滚，也能保护选手安全。其次，这车带了电池组嘛，所以在防穿刺和撕裂的同时也不能太重。为此奥迪用了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去做结构，去保护极端环境下的高压电池组。第三手核心技术，沙丘魔爪。这个当然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当年滑雪场一战成名的奥迪4驱技术 Quattro， 如今升级为电动力版 e-Quattro 能够自动检测沙漠等低附着力路面，以极高的响应速度把扭矩精确分配到前后轮，让车子不会陷在沙坑里面。最后，在前面这3大越野技术护航之下 ，RSQ e-tron 装载的800伏高压电气架构能够以97%的极致能量转化率，实现4.5秒的松软沙地100公里加速，巨他喵的夸张！这便是奥迪的第4手技术——加速魔力。这时候有农夫小姐要问了，你跟我说这些赛车技术干嘛？我又买不到。不，你可以买到。奥迪 RSQ e-tron 赛车的关键技术 Q4 e-tron 作为首款豪华纯电 SUV 就继承了不少，一助实现越级的驾驶体验提升。第一个当然就是同款 e-Quattro 智能4驱系统连大沙漠越野都跑过了，哪里日常的小雨小雪自然不在话下，遇到糟糕路况打滑、转向漂移等情况，都能在毫秒之间以传统4驱的5倍速分配扭矩，让你怎么开就感觉到稳。其次，赛车的6组液冷热管理系统简化成了双路恒温热管理系统，搭配行业首批2氧化碳热泵空调，大幅减少在低温下电池的性能和续航里程衰减。最后，车主们比较关心的电池安全问题，奥迪把赛车级的高压安全技术下放到了 Q4 e-tron， 并在铝制电池组内部设计了6横1纵的横架式保护结构，从软件监测到物理防护方面都做了很高的安全荣誉，让车主开得放心。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估计再过几年达喀尔赛事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电动力引擎以及科技配置，人人都有空调吹。再过个10几年，甚至也许人人都能跑，人人都能翻山越岭。永远相信科技的力量可以打开更大的世界。拜拜。